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钟南山院士总结出的10条不生病的铁律，我们一定要记住。85岁的钟南山院士用了数十年的时间，深入调查了几百位中老年人生活习惯。调查发现有10条不生病的铁律，这些不生病的经验总结，其中不乏名医的养生秘诀，一定要记住这不生病的10条铁律。第1条，不生气。不生气就不生病，这是钟南山几十年从医经验的总结。生气所导致的疾病到底发病率有多高呢？美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发现 90% 的疾病都是和精神压力有关。钟南山说，你看好多人到处都抱怨，看啥都不顺眼，抱怨就是一种负向的情绪。只要我们把控好情绪这个关，我们就可以不得大病，少得病，晚得病。正所谓病由心起，魔由心生，不生气就不会生病，少生病就不会早去世。第2条，不能不动。钟南山曾在一场讲座中指出，能躺着绝不坐着，能坐着绝不站着，能坐车的绝不步行，宁愿排长队等电梯，也不顺顺畅畅地爬楼梯。这应当是很多人不曾察觉，但却每天都在遵循的生活潜规则。可长期以往，后果就是身体各项机能全面退步。动物就得多活动。钟南山说得很直接。钟老在家的时候不坐电梯，干家务爬上爬下，动作麻利，行为敏捷。10多年的体检报告里，各项指标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。多活动，不贪图享受，保护自己的功能，才能够健康长寿。这比你先大口不节制的吃，结果三高了，肥胖了，又挖空心思减肥，这样瞎折腾要好得多。想健康就得对自己狠点儿。钟老的话总是特别的实在，却又十分的在理。第3条，不要太操心。孩子已经过了30，连个对象也没有，咋办？儿子2个月没来了，是不是做生意赔了？天气冷了，不知道女儿穿毛衣了没有？有的中老年朋友操心自己的事情不多，但总是操心儿女，甚至因此产生了很多紧张焦虑的情绪。肠胃道能感知我们的压力和情绪变化，长期不良情绪会造成胃肠功能紊乱。很多爱操心的人会发现，总是出现腹痛、腹部不适以及排便习惯改变等的毛病。如果你觉得操心的事近来特别的多，总有想控制孩子的感觉，那就要反省一下，可能是最近太空虚了。此时最好把操心的对象转移，找个业余的爱好，哪怕是学做一个新菜，填补一下空虚的感觉，就不会觉得很操心了。第4条，不较真。钟南山几十年的临床实践让他注意到一个现象，相对来说，城市里有一批特别容易生癌，财务、会计、审计、人事、统计等职业的女性以及中小学的老师。这些工作需要非常认真的工作态度，不能够出差错，这些导致他们养成一种一丝不苟、非常谨慎，甚至追求完美主义的习惯。神经系统的弦始终都绷得紧紧的，内分泌就紊乱了，把器官也受不了了，癌症也来了。追求完美是一件好事情，但是过度的追求对于健康来说，有的时候又绝对不是好事情。特别是那些有点洁癖的，对细节都重视到极致的人，要想健康些就得糊涂些，要想长寿些就得简单些，要想幸福些就得随便些。第5条，不要过度伤心。据报道，过度悲伤有可能会使心脏受到了伤害，出现类似心脏病发作的症状，包括胸闷、呼吸急促等。这类症状被称为是心碎综合症。此外，还证实情绪激动变化或者是心理压力过大，如失去亲人等，会让人心碎而死。因此，当出现伤心情绪时，
要学会倾诉，找朋友、家人来聊聊天，不能憋在心里。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控制住了情绪的人，实际上却使情绪的垃圾可能会转入体内，反而给体内的器官带来了压力。还可以通过适当的途径发泄，例如健身运动等。第6条，不熬夜。钟南山指出，熬夜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一种经常的现象，认为熬夜后晨补就行了，这些认知是不正确的。长期熬夜的人，皮肤受损也会非常严重。皮肤休息最好的时间就是晚上，晚睡会增加皮肤的负担，引起一系列的皮肤问题，比如肤色暗淡、起痘。经常熬夜还会导致血压升高，高血压的患者血压难以降低，还会加重动脉硬化。即使没有高血压的人群，也会诱发提早发生高血压的可能。熬夜对于心脏心率造成负担，容易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并发症，例如心梗、中风等。第7条，不乱吃。因癌症去世的复旦女博士于坚曾分析过自己患癌的原因，其中有一条就是不好的饮食习惯，瞎吃乱吃，暴饮暴食，视荤如命。于坚曾说，我是个从来不会在餐桌上拒绝尝鲜的人，基于很多的客观原因，我吃过很多不该吃的东西。我们要相信我们聪明的祖先几千年的智慧沉淀，他们筛选了悠长的时光，远远的长过我们寿命时间的无数倍，才最终锁定了我们现在的食材，并由此豢养。如果孔雀比鸡好吃，那么现在鸡就是孔雀，孔雀就是鸡。第8条，不压抑自己。在临床肺癌病人中发现，接近一半的病人与长期的心情压抑、性格抑郁有关。钟南山曾这样的介绍，现代的医学发现，癌症好发于一些受到挫折后，长期处于精神压抑、焦虑、沮丧、痛苦、恐惧、悲伤等情绪紧张的人。精神因素并不能直接的致癌，但它却往往以一种慢性的持续性的刺激来影响和降低机体的免疫力，造成自主神经功能和内分泌功能的失调，使癌细胞突破机体的免疫系统的防御，进而形成癌症。对压抑的情绪要学会控制和疏泄，可用体育的锻炼、冥想、静默等的方法使自己达到心理平衡。第9条，不透支自己。工作上拼命三郎类型的人，生命的弦始终紧紧地绷着，很容易透支自己，这就是极易导致人体内分泌和植物神经系统经常处在紊乱的状态，身体自然也好不了。人体是有使用寿命的，会保养的人活得久一点，随意浪费自己健康身体就活得短一点，比如无限制的加班，无限制的玩乐。第10条，不能太孤独。孤独无助的老人易患忧郁症、老年痴呆症以及心血管疾病。人与人之间和谐互助来往，其良性情绪与信号对维护心血管的功能有益处。心脏病人有人陪伴，可在心脏病触发时获得他人的救助，使病人心理上有所寄托以慰藉。只要不孤独寂寞，对心脏既有裨益。多找志趣相投的邻居朋友聊聊天，不要总待在家里。一些老人不愿与人交往和接触，不妨养个宠物，玩花鸟虫鱼，欣赏名人字画、雕塑。这不仅可以调节生活情绪，还有稳定血压或者使高血压降下来的作用。正所谓人生不过3万天，成功失败均坦然，是非恩怨莫在意，健康快乐最值钱。别再做那些牺牲健康的事情了，牢记钟南山院士的10条铁律，愿健康身体与快乐心情与你同在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